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如果是小件物品，决策失误也没啥，要么退货，要么损失点小钱。但如果是买家具、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劝你要谨慎，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那就是进退两难，退货麻烦，运费高，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就算想扔都嫌麻烦。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听劝咱就别往家里搬了。1. 上翻式梳妆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特别是上翻式的，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腿还伸展不开，那叫一个不舒服。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麻烦得很。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遭罪又心累，久而久之才发现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2. 床尾凳，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甚至是几乎为零。时间一长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实话实说，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尤其是小户型还占地方。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脏衣服丢进脏衣篓，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拿取也更方便省事。试问一下，咱们买它何用呢？3. 跑步机，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我劝你要冷静。事实上，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之后就统统被闲置，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不信的话，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9成新的在转手，成交率还很低。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公园跑跑步，就算坚持不下来，起码钱包没损失。4. 空调扇，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说白了，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普通电扇的功能，价格还贵得离谱，千万别买。对了，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冬天用不上，夏天吹热风，鸡肋得很。5. 洗烘一体机，说一个扎心的现象，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你猜是为啥？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看着高级不说，还节省空间，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难用到戳心戳肺，尤其是干衣功能。有网友吐槽，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而且耗时还很长，就算是烘干袜子、内衣裤之类的小件，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听到这些槽点，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我也拦不住。6.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什么云朵、大黑牛、大象耳朵、钢琴键、帆船、像素沙发等等，多到数不胜数。讲真，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但说句良心话，也许会得罪人，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坐靠在沙发上，脖子没有枕的地方。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就会感觉脖子很疼。不信的话，你们就去试一试。7. 网红羽毛灯，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飘逸的造型，质感也是无可挑剔。如果你也心动了，我劝你别冲动，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时间一久，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一旦勤快了，借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鸵鸟毛，瞬间变身乌鸡毛，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不洗吧，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就是个美丽的废物。8. 一堆清洁电器，但凡提到做家务，多数人都会摇头，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
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什么擦窗机器人、吸尘器、除螨仪，还有大件的洗地机、蒸汽拖把、扫拖一体机等等，多如牛毛。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但有一说一，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不可否认，如果是买生活小物，往往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即使决策失误，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无非是浪费点小钱，忍痛丢掉罢了。但如果是给家里添置大件物品，不管是家具还是家电，都需要谨慎一点，因为一旦买到不实用的大垃圾，就会变得进退两难。直接丢掉，浪费钱不说，也心疼；留着吧，又不好用，还占地方。比如本期分享的这8样，就是典型的家居大垃圾。听劝，咱就别再往家搬了。1. 长绒地毯，大家对于地毯难打理的错误认知，都是拜它所赐。视觉的蓬松感，柔软的舒适度，依托于这种天然的卖相优势，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但基本用过的人都不会再用了。很多人口中难打理、长虫的地毯，其实说的就是长毛地毯。网友艾特小赖熊，我买过长毛的，半个月没洗，里边黑的污垢，头发啥都有，想拿去洗，还结块，恶心的直接丢了。网友艾特爱吃香菜，谁能理解家里有长毛地毯的痛苦？不能机洗，只能手洗，真的好累。关键句能藏垃圾，虽然好看，但要一直清理，烦死。2. 按摩椅，不是说按摩椅不好用，只是功能太单一，闲置率高。不信的话，你去二手转让平台搜一搜，大多数都是8、9成新，甚至几乎全新的在转手。所以如果你是3分钟热度的宝宝，劝你别买，因为浪费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新鲜感褪去，也就忽略了它的存在，最终沦为堆放衣服的地方，关键还吃灰占地方。网友艾特二宝妈，丽姐，我加斥巨资买的按摩椅是老公过生日指定要的礼物，如今入住我家2年多了，就买回来第1个月用了10几次，现在是扔不了也卖不掉，成天堆衣服，还特别占地方。3. 消毒柜被网友戏称为厨房里最没用的电器，因为使用次数比任何电器都要少，毕竟家是私人场所，又不是酒店饭庄，平时吃饭的碗筷基本上都是天天洗，真的没什么消毒的必要。最终花2、3千买的大件电器，也只能沦为碗篮碗柜用，鸡肋得很。网友艾特山西酱醋茶，我家消毒柜装了3年，用了不到3次，一点不夸张。就算是疫情期间都没用，反而是用开水消毒来的实在。网友艾特鸭梨，2000多的消毒柜彻底沦为了碗篮，没装洗碗机后不后悔不知道，装了消毒柜超级后悔。这玩意还不如碗篮实用，放刚洗好的碗，水会直接漏在地上，还得拖地。4. 洗烘一体机，号称集洗衣和烘干功能于一体的洗衣机，看似高级，节省空间，真正用起来那叫一个扎心。想必大多数人用过一次就知道它的弊端，干衣功能太鸡肋。比如8公斤的洗烘一体机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想象中洗完衣服直接烘干的场景根本不存在。还有不少用户吐槽，烘干后的衣服表面都是皱巴巴的，对衣服面料伤害极大。网友艾特恩小童鞋，听劝不要买洗烘一体机，会变得不行，烘干要很久，薄的内衣裤打理1个半小时，晒微多一点的衣服外套要烘3、4个小时，甚至5小时。总结一下，加了烘干功能就算没有，日常保养也变得麻烦，还增加了故障率。鸡肋不说，价格还贵，不如老老实实买个洗衣功能的。5. 吊椅，不要买吊椅，不要买吊椅，不要买吊椅。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个鸡肋家具常年霸榜，鸡肋榜第1，还常年有人买，真的不理解。或许是它能给人提供一种少有的情绪价值，看到它就有一种很放松、很慵懒的感觉。说到实际体验，不仅不舒服，躺久了还腰疼。此外，还是吃灰占地方的一把好手。真想享受，就去买单人休闲椅，比这玩意实用太多。网友艾特初一大肥，这玩意简直无法吐槽。没买之前心心念念，入手后就后悔。坐着受力不均，极不舒服，关键在上面晃几分钟就晕得想吐，简直鸡肋。网友艾特是小陈陈呀，阳台吊椅3年了，又大又占地方，终于下定决心白菜价转手了。搬走的瞬间，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6. 跑步机，如果要问家庭中最鸡肋的家居用品是什么，一定会有人说是跑步机。没错，众所周知，家庭跑步机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挂衣服，当然放鞋子、堆收纳箱也不在话下，所以也被众多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昂贵的衣服架。对了，这些年跑步机的用法也一直在迭代换新，甚至有人开始用它挂腊肠了。
网友艾特福宝小皮蛋，我跟你说，跑步机要想不闲置，一定要往大了买。这东西够大就可以晾被单了，非常好用。我有经验，听我的。网友艾特夏果裹了一个洞，说实话一直纠结想买一台跑步机，偶然看到亲戚家的，直接劝退了。7. 厨房凉霸，别看它名字很霸气，但和空调没半毛钱关系，实际上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所以说，如果是夏天暴晒的情况下开启，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一点降温的作用不起。还有，如果受不了直吹头顶风的，也别买。老妈家之前装了一个，说对着脑壳吹的头疼。另外，如果家里用燃气，风吹下来还会影响火苗，不是变小就是偏的。网友艾特熊熊的家，这玩意儿产出的那点风量还抵不上它的噪音，关键是吹出来的风和凉完全不沾边。过来人经验，要想厨房降温，就装空调一步到位。网友艾特橙子和汤圆，凉霸妥妥的智商税。入住2年，经历2个夏天，总共用过3次。大夏天在厨房做饭，开个凉霸等同于吹电热风，并且密密麻麻的小孔，还是个藏油渍的高手。含泪总结，除了吸油，别无任何用处。8. 各种小厨电，我敢打赌，大多数家庭的厨房里都会翻出来一堆闲置的小家电，什么早餐机、豆浆机、榨汁机、蒸蛋机、三明治机、酸奶机、煮蛋器等等。商家靠着功能细分的策略，有各种各样的名头让你买单。虽说大部分人都有一颗想成为厨神的心，但实际上每天忙得鸡飞狗跳的，哪有闲暇心情和时间做早饭？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厨房小家电，日常能用到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网友艾特甜蜜梅子酱都说差生文具多，一个星期做不了1次饭，但小家电可一样不少。空气炸锅扔了，榨汁机扔了，面包机扔了，电磁炉送人了，现在就剩下微波炉和烤箱了。结语：奉劝大家，买任何东西的前提是生活中需要，并且能用得到，而且是经常用，利用率高，这样才会物有所值。千万别冲动消费，花钱买闲置品，放在家里不仅落灰，还占地方。网友艾特66的装修中，花了20-30万装出来的房子，一股廉价感，好心空。我相信和上面这位业主家有类似情况的，并不少见。明明花了很多心思和心血，但最终的效果却不堪入目，甚至有一种廉价风。这一期小东给大家分享7个容易导致出现廉价感的装修设计，如果你家也在用，听劝赶紧换掉，否则的话钱没少花，还可能装出很土很 low 的效果。1. 深灰色瓷砖，听劝，只要你家不是大别墅或豪宅，一定要避开深灰色地砖，千万别相信什么灰色高级，深色显档次。事实上，铺到你家里是压抑又显暗，尤其是再搭配大白墙装修，瞬间给人一种出租屋风格，满满的廉价感。网友艾特请不要熬夜女士，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就踩坑了，选了深灰色瓷砖，几十万花出去了，跟高级一点不沾边，这个家我已经不想要了。网友艾特你好，童年孩子他爸一味追求深色，说有高级感，今天去工地一看，这糟糕透顶的颜色真让我尴尬，就想问这么乌漆麻黑的效果怎么来的高级感？小东建议记住，非灰色系不选的话就选浅灰或中灰，采光不好的就选暖色系，后期软装搭配好了，一样能装出高级感。2. 黑色过门石，不管你家的瓷砖有多贵，花色有多高级，只要和黑漆漆的门槛石一搭配，那种突兀感立马就上来。这都2024年了，还在用10年前的装修方式，能不土吗？铺上过门石，不仅会让空间割裂，还会影响地面的整体性，那种大气通透的感觉也消失不见了。网友艾特曾小姐的家，当初我说不要铺过门石，老公非不听，现在怎么办？这个门槛石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就是巨丑无比。网友艾特教皮卡丘，装修前计划不要门槛石的，但中期熬不过设计师，还是听了他的。现在这样黑黑的一条真的是太丑了，越看越别扭。小东建议地面瓷砖通铺，颜色统一，还显高级大气。如果客厅铺瓷砖，卧室铺地板，衔接处建议用金属压条过渡。3. 双拼色窗帘，别总想着通过拼色、撞色来彰显自家装修的与众不同和个性，这种东西搭配不好就是丑，不接受反驳。特别是近些年流行的拼色窗帘，2种不同颜色搭在一块，看上去不但不会显惊艳，还会给人一种很扎眼的感觉。此外，拼色窗帘也很难与地面、墙面、家具做到和谐统一，这种不协调感最终导致非常容易显丑、显土。网友艾特童安安买窗帘的时候，让销售一顿忽悠，说什么流行深色窗帘纯色太单调，刚挂上时感觉还好，现在越看越丑。网友艾特遥遥不相识，家人们窗帘颜色没选对，还影响整体装修效果了。
卧室选了拼色窗帘，翻车了，跟我家的装修风格完全不搭。小东建议，切记家装颜色越少越高级，同一个空间不要超过3个颜色。纯色窗帘虽然不会太惊艳，但100%不会出错。4. 闪亮的美缝。瓷砖美缝的作用就是用来弱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来提高整体美观性，同时还能兼顾防水防污。但有些人真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偏偏去选择那些亮眼的颜色，什么闪亮的金、贵族的银，硬生生把缺点给放大了。做完的效果那叫一个扎眼，显得非常廉价。网友艾特浩浩妈妈，富贵迷人眼，一点不加。在我家装修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婆婆坚持给我选了金色的美缝，真的是土不土，洋不洋，瞬间觉得翻车了。网友艾特咕噜咕噜说什么贵族与高级，这个亮亮的效果真的愁哭我了，好心疼我精心挑选的瓷砖，搭在一起太土了。小东建议，美缝存在感越低，越显通透美观，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想要效果好，自然要选瓷砖相近的颜色，才能做出浑然一体的感觉。5. 笨重大茶几。但凡在客厅中间摆放个笨重的大茶几，那就是装修中最大的败笔。茶几越大越显乱，什么书本、杂志、遥控器、各种钥匙、水杯、纸巾盒堆放在上面，不管你家客厅装得多漂亮，也和高级不沾边。而且大茶几还会让空间感变得既拥挤又压抑。网友艾特许曼曼找到我家奇怪的原因了，沙发、瓷砖、墙面都没问题，翻车的应该就是这个丑茶几了吧，又占地方又显土，太俗气了。小东建议，客厅茶几的功能很单一，实在有需求，选个小巧的圆机或者沙发小边机都能代替。记住，装修未必需要多豪华，但干净整洁是基础，这样才不会显乱显廉价。6. 卫生间蹲便。当然不是说卫生间装个马桶就有多高级，但相比之下，如果把马桶换成蹲便，确实一眼望过去就是很显廉价。究其原因，是因为家里的马桶会时刻保持干净，但蹲便就未必能做到。陶瓷蹲坑周边不是脚印就是水渍的，脏兮兮的样子给人一种公共厕所的感觉，自然就显得廉价。网友艾特猪猪的小窝都说蹲坑好，好搞卫生，但也确实丑，一点空间层次感没有，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蹲坑存在即合理，不否定它有一定的优势，但蹲便确实不美观、不高级、没档次。基本上卫生间只要装了蹲坑就毁了一半，不想装得像公厕就换成马桶。7. 零装晾衣架。大部分家庭装修都会把晾衣架装在阳台，毕竟这个地方通风好，阳台充足。但实话实说，不管你家客厅装修的有多高级、多漂亮，如果放眼望过去，尽收眼底的全是阳台上凌乱的衣柜，那效果立马打折扣。网友艾特新家，听我一句劝，阳台与客厅打通的，一定不要把晾衣架装在中间，一眼望过去巨丑。再漂亮的家别毁了。网友艾特长耳兔女士，这个在阳台晾衣服真的是太煞风景了。什么极简风、奶油风，只要衣服一晒，立马变成出租风。小东建议，不想花几十万的装修毁在阳台晾衣这个细节上，不妨打破传统，改为其他晾晒方式，比如直接装烘干机，从此告别晾晒衣服，或者把晾衣架装在阳台侧方，避开视线区。当然，如果阳台区域够大，可以一分为二，做独立的晾衣空间。房子装修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期间还会面临各种选择题。毕竟每一项装修决定都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但是实话实说，有些产品和装修设计，装与不装，好像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个装修决定，装了的和没装的人都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对你会有所帮助。1. 打通阳台。不可否认，打通阳台后会让客厅变得宽敞又明亮，同时还能收获最大程度的通风和采光，近些年确实受很多家庭的青睐。没打通阳台的后悔，网友艾特仗剑走天涯，当初觉得客厅地方够用，拆除推拉门也嫌麻烦，就没打通。等入住后就后悔了，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推拉门确实碍眼，客厅显小拥挤不说，光线也很差。打通阳台的也后悔，网友艾特都有啊，看到邻居家装修打通阳台后，客厅是真的显大，而且空间也通透，毫不犹豫选择跟风。等住进去，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它的坏处。夏天热就不说了，冬天的阳台是真的冷。小东建议打通阳台，客厅宽敞，视野通透是它的优势，但少了推拉门的阻隔，冬天冷，夏天热也是它的弊端。所以还是建议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需求做决定，不要盲目效仿跟风。2. 柔光砖。柔光瓷砖和亮光砖相比，亮度低，不存在光污染，与哑光砖相比，表面光滑更好打理。
因此这些年在家装行业非常盛行。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爱吃橘子，当初一心想要铺柔光砖，结果被家人劝退，说柔光砖不好打理，最后无奈选了亮光砖，真的好后悔。没有质感，冷冰冰的，稍有不慎就变成出租屋。原本家里装修的挺好看的，全毁在瓷砖上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一颗小米粒，装修选了柔光砖，多少有些后悔了。质感突出，颜值出众是真的，但超级显脏，不耐脏也是真的。怎么形容呢？但凡有点灰尘和毛发都尽收眼底。还有一步一个脚印，好真实，好贴切。入住1个月以来，基本2天一打扫，已经从最初的热爱到极度崩溃了。小东建议素色柔光砖，高级耐看且不反光，特别适合奶油风或无主灯装修。虽说有些不耐脏，但好打理。说不好打理的，大概率是选了便宜的柔抛砖。切记，柔光砖想要不踩坑，要选纹理少的肌肤釉或天鹅绒釉面的。3. 智能马桶，什么自动翻盖、自动冲洗、座圈加热，随便一项功能和体验都吊打普通马桶，也被年轻人称为提升幸福感的家电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冷眼旁观的二当家，当初装修也没考虑要装智能马桶，所以也没给马桶预留电源。但上次偶尔间去同学家用过智能马桶，瞬间感觉普通马桶不香了。不用你用手翻马桶盖，不用你按冲水键，在上面坐圈还暖暖的，超级舒服。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生活碎碎念，我家花7000大洋买的智能马桶，感觉就像个傻子马桶，这钱花的真冤。你能忍受，只要有人经过，它就翻盖，坐在上面，你稍微动一下，它就冲水，天天就听它，看它在那表演。还有一次喝醉了，在智能马桶上吐，他就一边冲水一边用马桶盖拍我的头。小东建议智能马桶到底好不好用？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担心太智能，体验感不好的，建议选半智能的，除了是感应翻盖、手动冲水，其他功能几乎一样，而且价格也便宜，2-3千元就能入手。4. 吊轨推拉门，厨房的新式吊轨门不仅是高颜值，而且地面无轨道，自然不存在卫生死角。也不用担心走路绊脚的问题，所以近几年也风靡一时。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都小妈在装修，当初没装吊轨是感觉吊轨的门不太稳定，家里有小孩不安全，就选择了地轨，但没入住呢，这个轨道就被各种不明东西刮得掉漆到惨不忍睹了。另外拖地也不好拖，必须拿抹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擦，真的后悔死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6味地黄丸吊轨门用了2年，后悔了。讲真，它并没有想象中实用，密封性一般，炒菜时油烟外漏，隔音也不好，稳定性也不如地轨门，推拉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晃动的情况。还有不耐用也是真的，推拉不顺畅，卡顿出了问题，有些配件还只能换新，不能维修。小东建议，其实地轨和吊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吊轨门颜值高，卫生好打理，地轨门稳固性高，更实用。到底选哪种就看怎么取舍了。个人建议选极简地轨，既兼顾美观、好打扫又安全稳固。5. 卫生间壁龛，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而且拿取洗漱用品也方便省事，视觉上也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没做壁龛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大福的家，我家卫生间本就不大，考虑到做壁龛还得砌墙，担心压缩面积，就放弃了。也觉得家装置物架不美观，就让瓦工单独砌了3个隔板，结果是又丑又不好用。做了壁龛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装修中的中年妇女，我一直以为壁龛就是在墙上掏个洞，没成想还要增加一堵墙。本来卫生间宽度就小，这下洗个澡想转个身都费劲，后悔也晚了。还有，除了好看这一个优点，其他都没啥卵用，积水积灰难清理，还浪费材料多花钱。小东建议卫生间做壁龛，其实优点还是比较多的，合理利用卫生间死角，增加储物空间，洗浴用品拿取方便，不占地方。但壁龛一般都是包下水管顺便做的，不建议单独砌墙做，尤其是面积小的卫生间，还不如装置物架实用，性价比高。在小东看来，装修没有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哪个装修决定，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做取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新房装修完，剩下的工作就是购买家具、家电了。不可否认，在家电的选择上，往往是越大越好用。比如大尺寸电视、大容量冰箱、大套数的洗碗机等等。虽说在价格方面也许会略贵一点，但后期带来的使用体验感却完全不同。但是有一说一，对于选择家具却不是越大越好。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种家具，建议你买小一号的，反而会更实用。1. 卧室床，大床任我滚，睡着自然舒适。
但我劝你，对于卧室床，切勿盲目贪大。要知道，现如今的户型设计基本上都是厅大卧室小，甚至有些160平方米的大户型，客卧、次卧的面积也仅仅在15平方米左右。如果咱们一上来就选择个1.8米或2米以上的大床，那么后期的衣柜、书桌、床头柜就很难布局，即使勉强摆放下，过道也会变得很拥挤，房子住着也会很憋屈。网友艾特兔兔语：太尴尬了，次卧床买大了怎么办？放下床之后，次卧满满当当的，现在衣柜门都打不开了，电脑桌更是放不下，人也不好走。网友艾特黄一婉儿：糟糕，床买大了，房间目前只能放下这一张床，床头柜也没办法放了。没办法，为了方便走路，只能干脆靠墙，起码衣柜这侧能留宽一点。小东建议，对于次卧或小卧房，即使1.8米的床能放得下，我也建议选择1.5米的，这样不管是床头两侧还是床尾过道，走路都非常方便。强行买1.8米以上的大床，会让房间变得很小、很拥挤，住着也压抑。2. 床头柜和床同理的还有卧室床头柜。过去装修，床头柜几乎是卧室的标配，床头两侧左右各放置一个，但其实床头柜的作用很单一，无非是为了装饰和收纳小物件，即使不摆放或是只摆放一个，也并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但如果买大了或者强行摆放2个，就会导致出现和衣柜柜门打架打不开的情况。网友艾特导弹菠萝：天啊，柜门被床头柜挡住了，怎么办？量尺的时候失误了，没注意床头柜的边框还长了一丢丢，结果柜门打不开了。小东建议，对于卧室小的家庭，如果有床头柜的需求，建议用小推车或方便移动的小边机代替，既满足功能，又可以解决与衣柜门冲突的问题。3. 沙发。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所以总有一波人会盲目的认为沙发要足够大，才让家里显得够气派。有些博主家光是沙发就占了客厅面积的2/3，真是夸张。放眼望过去，全是沙发，看着就很压抑，让人喘不上气来。说实话，这样的大沙发布局，可供孩子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除了显客厅拥挤，日后的卫生难打扫以外，没一点好处。网友艾特潇潇雨洁：我家沙发买大了，就这样勉强用了几个月，现在越看越觉得累赘。这几天狠心把单独一个舍弃了，空间感立马就有了。网友艾特萝卜墩：后悔沙发买大了，几乎占满了整个客厅，定制的还退不了，运费成本太高了，只能勉强安慰自己，半躺着确实舒服，找一点心理平衡。小东建议，对于沙发的选择，尺寸上尽量不要超过客厅面积的1/3，长度建议取背景墙的2/3左右，或者减去1至1.2米最佳。两侧预留一些空间，不仅活动方便，还可以用来摆放落地灯、绿植作为装饰，来提升客厅的颜值。4. 客厅茶几。除非你在家里经常待客，或者平时好喝茶，对茶几有执念，否则客厅茶几要么干脆不买，要买也要买小1号的。客厅摆放个大茶几，就给你个堆放杂物的理由，什么零食、饮料、喝水杯、玩具、杂志、小剪刀，各种杂物都随意的丢在上面，除了占用空间，显家里乱，没任何好处。此外，对于有小孩子的家庭，小朋友的活动空间也不足了，平时在客厅玩耍还容易造成磕碰，所以茶几尺寸太大，不仅不实用，还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网友艾特搬砖头的女汉子：听劝，茶几千万别买大的，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了，为什么总是这么乱，每次收拾完保持不了2天。网友艾特阿林记：家里有了娃之后，客厅就变成了他的活动场所，越来越觉得以前买的大茶几好鸡肋，上面全是小孩的玩具、书本，每天都是乱糟糟的，实在受不了了，准备断舍离，直接丢掉了。小东建议，对于客厅的茶几，如果实在有需求，建议选择小圆机或小方桌，既能代替大茶几功能，又不占地方。如果是有宝宝的家庭，可以选择在沙发旁摆放边机，或者是可移动的收纳小推车，用来收纳水杯、纸巾盒、遥控器，尽量让沙发前留出足够的空间，供小孩子玩耍活动。5. 餐厅餐桌。很多人在选择餐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往大尺寸上买，心里想着平时不仅能当书桌用，就是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也能坐下更多客人。我承认大餐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餐桌尺寸也不能一味追求大，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才更适合使用。否则餐桌一旦买大了，就会把餐厅空间塞满满的，既影响行走动线，也会显得过于拥挤，那就得不偿失了。网友爱的天真不信谢，买餐桌之前没做功课，买了 1.8 乘以 0.9 的尺寸，想着大餐桌好用，结果到货放家里才发现真的好突兀，退货成本太高了，只能先用用看。
网友艾特冰镇柠檬丸，姐妹们，买餐桌千万别贪大。比如我家客餐厅面积比较小，本来放个1.4米的餐桌正适合，结果我嫌小，非要换个1.6米的，结果靠墙走路时还得侧身才能经过，退也不现实，只能将就用，太憋屈了。小东建议，如果餐厅大，家庭人口多，建议选择圆形餐桌更适合。对于方形餐桌，如果是3口之家，其实选择1.4米的足够用了。但是不管选择哪种餐桌，都要记得给餐椅预留60公分的活动距离。当然，如果餐桌两侧还需要过人的话，至少还要再加20至30公分，这样空间才更舒适。总之，对于以上5种家具，真不是越大越好。一句话总结：选择合适自己的更重要。